今年的物理诺贝尔奖呢，颁发给了阿兰·阿斯佩、约翰·弗朗西斯·克劳泽和安东·塞林格，以表彰他们呢用纠缠光子进行的实验。他们建立了贝尔不等式的违反，并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因为我们逐渐的发现呢，宇宙的很多现象和事实呢，都是违反我们常识的。比如说，在我们的感觉中啊，脚下的陆地呢是平坦的，可是事实却是我们脚下的陆地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球形。直到今天呢，仍然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啊，地球是球形的。而量子力学呢，居然能够证明人的灵魂啊与量子纠缠有关，而且呢，根据这一点呢，才会发生濒死体验。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啊，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首先呢，我们先要来明确我们所在世界的3个层面的物质。第一个物质呢是宏观的，就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直觉可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人是一个物质，车子是物质，房子也是物质嘛，以及我们吃的东西都是物质。第二个层面的物质是微观的，包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呢也叫微观。我们可以借助仪器可以感知到的、测量到的，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的，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1亿光年以外的星球啊等等。那么第3个层面呢，就是超微观物质。对于这一层面呢，我们只能理论推测，来用实验证明，但是从来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光子、上帝粒子等等。尽管知道粒子可以有自旋和能级、能量，但是我们真的很难通过直觉理解啊，这就是超微观世界。而这个世界呢，就是超微观世界来决定微观世界的，微观世界呢又来决定宏观世界的。那我们人到底是什么呢？人就是宏观世界里面的一个小个体，所以我们的本质啊是由微观世界来决定的，然后微观世界呢再由超微观世界来决定。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一堆原子，而是一堆粒子构成的。而原子呢通过共价键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呢形成分子聚集体，然后又形成小的细胞器，之后就出现了细胞、组织、器官，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在量子力学中啊，最著名且影响力最大的现象呢，肯定就是量子纠缠了。这个现象几乎成为一个现象级名词，很多领域呢可以看到和量子纠缠相关的应用，并且很多人会说嘛，遇事不决量子力学。首先我们要明白量子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微观粒子组成的，基本的粒子可以分为费米子和玻色子，而组成了我们常见的各种物质。4种基本力呢也由基本粒子来传递。可以说我们这个宇宙呢就是基本粒子塑造的。简单的来说，量子纠缠呢也就是2个或2个以上的粒子组成的粒子系统中粒子相互影响时产生的现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即使这些粒子在空间中是相互分开的，它们也可以相互影响，无论它们相距多远。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比方说我们从北京买了一双手套，而把手套中的一只寄到了香港，另一只呢寄到了华盛顿。那么寄到香港的是左手戴的还是右手戴的呢？谁都不知道。如果香港的人收到打开一看是左手的，那么华盛顿的人不用看就知道是右手的，因为手套是左右配对的嘛，就是这个规则。而量子纠缠呢，就是类似于这个规则。一旦寄出去，寄的过程中不确定，但是只要一个人观测到他收到的手套是左手还是右手，另一个人不用观测呢就知道了，这就是纠缠的一个例子。而大家就会认为你看没看到它没关系，它早就确定了。但量子力学的大量实验证明啊，如果把另一个体系分开成几个部分啊，在未检测之前呢，你永远不知道这部分准确的状态。如果你检测出其中之一的状态呢，那么在这个瞬间，其他的部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与之相对应。这样的量子体系的状态就叫做纠缠态。就好比手套在寄出之后，在还没有观测之前呢，它是不确定的。但只要你确定了其中的某一个状态呢，另一个状态立刻就发生了变化，而变得确定起来。这种关联就叫做量子纠缠。大家也许很难理解这个纠缠，说实话，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理解的范围之外了。你只能去试图接受它，但是呢，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客观经验已经有部分的不符了。而且量子纠缠居然与人的灵魂有关，然后因为纠缠才会发生濒死体验吗？彭罗斯和哈梅罗夫就认为在人的大脑的神经元里面有一种细胞骨架蛋白，是由一些微管组成的。那么这些微管有很多的聚合单元等等。那么微管控制细胞生长和神经细胞传输，每个微管里面都含有很多的电子，这些电子之间的距离很近，所以都可以处于量子纠缠的状态。那么在它们坍缩的时候呢，也就是进行观测的时候，起心动念开始观测的时候，大脑神经里面就相当于海量的纠缠态的这个电子坍缩一次，一旦坍缩呢，就产生了念头。
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呢，脑细胞里存在着大量的纠缠态的电子，那就不可避免的有量子隐性传输存在。因为宇宙中的电子和大脑中的电子都来源于大爆炸嘛，是可能纠缠在一起的。一旦它们纠缠，信息传输呢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隐性的传输了。按照彭罗斯和哈梅罗夫的理论呢，我们的大脑中真的存在海量的纠缠态的电子的话，而我们的意识是这些纠缠态的电子坍缩而产生的，那么意识就不光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细胞之中，不只是大脑的神经细胞的交互，而且也有可能是形成在宇宙之中，因为宇宙中不同的地方的电子可能也是纠缠在一起的。那么这样一来，人的意识不仅存在于大脑之中，也存在于宇宙之中。那么在宇宙的哪个地方呢？我们还不确定。量子纠缠就告诉我们一定有一个地方存在着人的意识，这是量子纠缠的结论。如果人的意识不光存在于大脑中，也通过纠缠而存在于宇宙的某处的话，那么人就可能在死亡的时候意识离开你的身体，完全的进入到宇宙中。所以他们就认为有些人的这个濒死体验实际上是大脑中的量子信息所致的。在这个时候呢，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流动，微管失去了量子状态，而大脑中的量子信息并没有被破坏，它只是被干扰驱散到了宇宙中。如果一个人死后复生，苏醒了过来，量子信息又回到了他的大脑中，此时呢，他就会惊讶地说，我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如果这位患者没有死而复生，最终死亡之后的量子信息将离开身体，从而可以模糊地被鉴别为灵魂。所以彭罗斯和哈梅罗夫就认为，如果用量子信息的方法来解释，说人的大脑的意识真的是产生于量子信息状态，有量子纠缠存在的话，那么人体的信息是不会消灭的，只会回到宇宙的某一处。他们认为人体的这种信息可以模糊地定义为灵魂，不是和大家说的那个灵魂一模一样，但是它的状态呢，与我们过去说的灵魂非常类似。而以上的这些呢，就是彭罗斯和哈梅罗夫的理论。现在的科学家正在开始大量的进行实验，来验证大脑中是否存在量子纠缠的电子。已经有一批实验做了出来，在2003年到2009年之间有个叫康特的人做了一系列实验，他就证明了人的精神也是意识的状态，存在着量子纠缠的现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就认为他们发现了生物系统量子相干现象的证据。相干是纠缠的一种，他们认为绿色的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就是表现出了量子计算的能力，量子计算就是量子纠缠的一种运用所以量子纠缠在大脑中是存在的。在1935年，爱因斯坦、罗森和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就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呢，3位作者被合称为 EPR。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 EPR 提出量子力学允许相距遥远的物体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关联，即是纠缠。比如说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了一对电子，它们的总角动量为0，意思就是说一个电子的自旋和另外一个电子的自旋方向平行，但完全相反。那么无论我们把这对电子放在多远的距离，它们的总自旋总是等于0。也就是说，如果你观测其中一个电子发现它的自旋是向上的，那么另外一边的电子呢，一定是自旋向下的，而且其中任意的电子的状态都是随机分布的。当你每次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自旋向上，有的时候自旋向下，但无论你观察它处于什么状态，另外一个电子的自旋总是和它相反。他们就把这对不受距离限制关联的电子状态呢称为量子纠缠，而爱因斯坦就把这个不可思议的纠缠叫做幽灵般的超距离作用。比如两个电子，一个在地球，一个在月球，而改变一个量子的状态呢，另外一个量子的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且神奇之处就在于这种变化是瞬间的，是忽略时间的，也可以理解为是超光速的。相对论并没有限制超光速，而是限制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不能超光速。所以量子纠缠没有违背物理定律，但是我们又不能很好的描述这个现象。其实呢，就是两个有关系的量子之间一个量子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另一个量子的改变嘛，而且两者的改变是同时同量发生的。比如说母女二人女儿生了孩子，女儿就变成了妈，而她的母亲则立刻变成了姥姥。母亲是被动的同时同量的发生了存在状态的改变，这就是量子纠缠。而现实中人生也是如此就像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吗？一个人活着的时刻都在受到其他人的关注，这就是量子纠缠。而且很多人在一起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大家都很想他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出现，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原来这就是量子纠缠的结果。这也在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要多感恩少怨恨嘛。你感恩别人，别人的灵魂能感受到，并会同时的做出感恩的回馈嘛。相反，你去怨恨别人呢，别人也会做出怨恨的回馈。当周围的人感恩的回馈你多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的能量会大大的提升，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当你的怨恨的回响多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的能量将会大大的降低，身体发病，诸事不顺。量子纠缠也很好的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缘分的人终成眷属，有缘人终会见面，而有缘的人聚到一起呢，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在现实中，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灵魂处于叠加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失去了理智，会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刻，我就也许不是我受到了其他人意识或者是心魔意识的叠加的控制。所以说我可以没有信仰，但绝对要有正能量。善良和慈悲呢，可以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当我们的灵魂得到正能量的加持，就可以避免负能量的叠加。而灵魂的叠加也印证了一句话：万物都是一体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少了分别心，对待身边的人和物就多了一些自爱。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也就明白了别人的缺点恰恰是自己灵魂的缺点的映射，就不会再挑剔和指责别人了。而人类的意识其实也是一种量子力学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你前面出现了一朵花，这时候就会有两种状态的可能。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分别心的人，对镜无心，看花不是花。此时他的意识处于自由的状态，他没看到花是不是红的，好不好看，他也许看它并不是花，因为他根本呢就没有动念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看到花一下子动了念头动念头呢，实质上就是做了测量。你用鼻子做了测量，发现花是香的；你用眼睛进行测量，发现花是红色的且美丽的。你动意念去测量它，发现它很令人愉悦。于是这些测量的结果呢，就是念头的结果，一下子就使你产生了进一步的念头。这是一朵玫瑰花，你就认出它来了。而人的意识发动过程呢，实际上是通过动念进行测量，然后再产生念头。这个时候念头产生出来了，实质上是通过测量得出的几个我们制造出来的概念。这时意识不再自由了，它突然坍缩成一个概念，玫瑰花上。因此呢，念头产生了客观，念头就是测量。而客观世界呢，是一系列复杂念头而造成的。说得更深一步呢，《楞严经》里面就讲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本觉明妙，觉明为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产生，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成之初。宇宙本体本来是清净本然的，一旦我们人动了念头想去看它，那这个念头就是一种测量，一下子呢就使这个清净本然而变成一种确定的状态，这样就生成为物质世界了。所以是不是间接的也证明了吸引力法则的存在呢？而我们人类本以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没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意识呢是和物质对立的另一种存在。通过量子纠缠呢，我们发现我们认知的物质仅仅是这个宇宙的5%，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粒子居然可以如神一般的发生纠缠。既然宇宙中还有95%我们不知道的物质，那灵魂也可能是一种量子状态。既然量子能够纠缠呢，那第六感、特异功能也有可能。所以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说，神也可能存在，只是以人类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说，还无法去证实。这和几千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磁场，不知道有射线、元素，认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未知的世界真的是大到难以想象。而世界如此未知，人类还如此的愚昧，我们还有什么人生生活上的大事却难以释怀呢？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